左撇子，你知道吗？有人说左撇子更加聪明，也有人讲左撇子不太吉利。为什么会有这些争议？因为现实生活中，左撇子们总是更加特别，比如特别稀少。左撇子也叫左利手，通常我们把惯用手为左手的人称为左撇子。惯用性，英文 handedness， 即习惯使用、偏爱使用，在人类生物学中代表更好、更快、更精确的表现，比如惯用脚、惯用眼和惯用耳。你有留意过吗？踢球的时候，哪只脚更有劲？看东西时，哪只眼睛具有立体视觉？听墙角，选择用左耳还是右耳？根据统计，大多数国家左撇子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日本约20%，并且男性左撇子数量大约比女性多2成。当前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左撇子具有表观遗传标记，是遗传学、生物学和环境的结合。这里说明一下，在生物学中，表观遗传学是对可遗传表型变化的研究，该变化不涉及 DNA 序列的改变。研究人员发现，早在胎儿时期，人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已经表现出惯性特征。通常，靠近嘴巴举起的那只手，会成为胎儿出生后的惯用手。表观遗传因素、产前激素暴露、产前前庭不对称和超声波等，是导致婴儿起惯用左手的主要原因。在2013年的另一项研究中，有39%的婴儿和97%的幼儿表现出对某只手的偏爱。根据统计，超过40%的人惯用左耳，超过30%的人惯用左眼，超过20%的人惯用左脚。为何偏偏左撇子那么稀少？大脑当中由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主导语言的产生和理解。神经影像学的资料表明，约有70%的左利手人群，语言链接区域位于左脑半球，这一比例在右利手人群中更是高达95%。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技术研究院教授斯佩里，通过一系列割裂脑实验，证实了大脑存在不对称性，即左右脑分工理论。该理论指出，大脑2个半球在机能上存在分工，左半球感受并控制右边的身体，右半球感受并控制左边的身体。对于多数人而言，左侧大脑通常会受到更多外部刺激，这会直接影响大脑选择更好、更快、更精确的路径完成指令。同样的选择，重复多次之后，变成了习惯。这样的习惯，我们称之为惯用性。从概率上来讲，右利手比例更多一些，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左撇子人数的比例绝不应该那么低。现实生活中，左利手比例偏低的原因有2个，一是自我改变，二是外部干预。社会上大多数的工具、设施，甚至文字的结构等，都是为右利手而设计。左利手的人在生活中难免会有诸多不便。以剪刀为例，由于刃口方向的原因，使用左手操作困难极大。如果不摸索出一些诀窍，根本剪不直。再则，由于世界上多数文字都是从左至右书写，故而左利手写字时容易弄脏手，甚至全部抹花掉。目前，社会现状是，多数产品都是根据右手习惯而生产的。左利手人群生活里的种种不便不胜枚举，因而一部分人慢慢开始自我习惯使用右手。不过，更多的改变来自于外部干预。按统计比例，左利手占人群约10%，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生活着超过1个亿的左撇子。然而，真实情况却绝非如此。1981年，全国医学心理学年会大脑两半球机能篇策划与左右利手关系课题全国协作组，对中国全国近2万名健康儿童和成人的利手状况展开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左利手比率为2%。很多左利手因世俗眼光被强制纠正使用右手。
以前的人们常有排除异己的倾向，加上宗教因素的影响，比如魔鬼惯用左手，而上帝则使用右手，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左撇子实行了各种偏激的做法。有些国家曾拒绝容纳左利手，在一些学校里，校方会禁止学生用左手书写。有一些父母和教师把孩童的左手捆扎在背上，强迫他使用右手。故而，在英国有前国防大臣呼吁大家在学校中关爱左利手学生，要求将对左利手儿童的辅导纳入强制性的教师培训。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对左撇子存有偏见，有些地区更认为左撇子不吉利，左撇子的人心怀恶意，比如使用左手就是在用巫术，甚至法语中的左 gauche 还有笨拙的意思，英语中用 right 也是正确的含义。在中国，也总有一些家长试图矫正本来是左撇子的小孩。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们对左撇子的正确认识，这些情况已经大为好转。1975年8月13日，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一群左撇子成立了左撇子国际组织，希望争取左撇子的相关权益。该组织决定自1976年起，将每年的8月13日定为国际左撇子日。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左撇子在网上发言，捍卫自己的权利。从古至今，许多左利手人士富有盛名，如拿破仑、达芬奇、比尔盖茨。这也是坊间传言左撇子更聪明的有力证据。啊